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是出演特工，把生前程毅和孙红雷放在一起，差距一目了然。11月才过半，国产剧打的那叫一个火热。前脚刚送走了好团圆，现在又迎来了程毅主演的年代谍战剧《生前》。近些年来，谍战剧题材的影视作品备受观众们喜爱，尤其由孙红雷出演的《潜伏》更是成为了谍战剧的天花板。然而在看来了程毅的表现之后，才发现同样都是出演特工，差距却一目了然，剧情逻辑混乱。作为一部谍战剧，除了演员的演技在线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剧情逻辑。潜伏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，就是因为剧情烧脑，环环相扣，无论是在小细节还是剧情上，都是精雕细琢的，可以经过反复的推敲。而在看《生前》这部剧，故事的开头便交代了时间地点，是发生在1939年的上海。当时的上海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，日方、汪伪、军统以及我方等这几方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故事的一开头就是一场暗杀行动。当时国民党的作战参谋曲文志投靠了日军，并且还企图暗杀第9战区的司令。我方人员察觉了这个行动之后，企图采取行动。曲文志发现自己的行动败露，便准备带着情报逃到上海。因此在曲文志到了上海站的时候，日本人和汪伪的特工队都在火车站周围做了部署，保护曲文志的生命安全。而这边军统也派人试图阻挡曲文志和日方见面，防止他传出去情报。一边营救，一边要刺杀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剧情立刻就到了一个小高潮，谍战的紧张气氛也扑面而来。而这个时候，由程毅饰演的男主云鸿升出场了。他和2个手下坐在车里，拿着望远镜看周围3方势力部署的眼线，随便看了几眼便轻松识破了周围所有的眼线，让观众看得莫名其妙的知道导演是想凸显出男主的主角光环，但是这也未免有些太降智了。本来是一部谍战剧，双方的势力都大差不差，要不然也不会周旋那么久。而男主却一眼识别了所有的计谋，实在是有点谍战儿童版的感觉了。除此之外，主演程毅的演技也实在不敢让人恭维，演技尴尬。这几年程毅主演的电视剧《莲花楼琉璃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演技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然而在《生前》这部剧中，他的表现却有点不尽人意。细细了解之后才发现，原来《生前》这部剧早在2019年就开机了，由于种种原因被压了5年，直到今年才上映。观众们对程毅的评价也是差评一片。男主的演技太差了，浪费时间。男主修炼演技再出来好吗？尤其是在云鸿升的一些表情动作的时候，可以明显看到程毅的嘴巴十分奇怪，像是在嘴里含了一块糖似的，总是张不开嘴。还有在和老戏骨王劲松的对戏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王劲松饰演是男主的父亲，在面对儿子云鸿升误解和不理解的时候，王劲松扭头看儿子的一个眼神，就透露着各种情绪。王劲松的演技含蓄又内敛，一个眼神就能触动观众们的情绪，不愧是老戏骨。然而镜头一转，面对云鸿升那张略显僵硬的表情，立马就让观众出戏了。不过该说不说，当王劲松饰演的父亲下线时，程毅的哭戏还是可圈可点的，紧张的表情和歇斯底里的哭戏，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伤心。除此之外，女主颖儿的演技也略有逊色，她的出场着让观众们惊讶了一番，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和服，显得清新素雅，实在是看不出来快40岁的年纪。然而在看了她的演技后，还是有些失望的。
作为国民党的特务，莹假扮日本人，在和男主相遇后，两人直接打了起来。明明是一场激烈的较量，结果却打着打着却拥抱在一起了。知道的是这是一部谍战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部偶像剧呢。在坐车上听下属汇报的时候，颖将手臂撑在车的窗户上，看起来很累的样子。但是这一系列动作做完，表演痕迹特别重，显得十分做作，很让观众出戏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在对比了程毅的演技后，再看孙红雷在《潜伏》中的演技，简直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他饰演的余则成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，他从军统特务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这一过程，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演技。在得知了军统的腐败黑暗后，余则成心灰意冷，开始决定离开了军统，重新寻找新的生活。可以看出，这时候余则成对军统本身就没有坚定的信仰，所以他才会在左蓝的策反下犹豫。也是因为吕宗芳的死，所以余则成对军统的失望又增加了1分。这一段表演，余则成没有任何的台词，但是从他微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在内心做出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最终他决定投奔到共产党。这整个心理过程并没有过多的描述，仅凭着一些细微表情就展现出了余则成内心的煎熬。还有在左蓝牺牲的时候，余则成悲痛万分，但是他身处敌处，即使是在家里他也不敢让自己的情绪半点泄露，于是他咬住了自己的手背，不敢让自己的哭出来。那种失去最重要的人的绝望、慌乱、迷茫等一系列的情绪，让观众们感同身受。这部剧也让孙红雷一举拿下金鹰奖、飞天奖、白玉兰的视帝，1跃让孙红雷成为了绝对实力派男演员。而程毅和孙红雷相比，两人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这也许就是流量明星和实力演员的区别。看来深潜想要超过潜伏是不太可能了。目前这部剧播出了6集，虽然有些漏洞和拉胯，但是整体还不错。喜欢这个题材的观众们可以看一看。